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我自己呢是在做我的艺术媒体、自媒体，然后也做艺术的咨询，会访问很多文化艺术界的这些国际上的人物。在你的朋友圈看到你的这个伦敦的这个家哈，可以跟我们讲一讲整个你的灵感来源啊，和你整体的一个风格是怎么样的？对，好多的设计师啊，他们是先去做这个家居的配置，对，然后再去选艺术品。我们是以我的藏品为基础，然后再在那个基础上看选什么样的新家具能够把这个思路串起来。哦，我记得它是在 South Kensington 这个地方。对对对，它是非常典型的乔治时期的那种，外面是白墙的建筑，80多平的一个小公寓，进去其实是厨房，在左边是客厅，然后右面是2个房间，在 ground floor 它的窗户是最大的，能给你非常敞亮的感觉。窗边的这一组作品，它是很彩色的，整体的一个主题确实都有一点悲剧的故事。安妮·莫瑞斯的那个小雕塑，它的灵感是来自她自己当时流产的一个经历，但是这种就是一层层叠上去的球，象征着一种希望。然后它旁边的那个 Miriam Can 的一个作品，也是一个受伤的士兵。对面的那一件作品呢，它是一个很抽象的大幅的绘画，讲的是1963年的海地的大屠杀。选的家具第一点就是要在颜色上产生和谐，就用了这个 triennial 的3色灯去进行搭配，所以看到色彩是非常呼应的。后来配置的那2款椅子在窗边的，它的一个风格呢又很60、70年代，想起了我们看的那个电影叫《I Am Love》。从我的客厅过渡到我自己更私密的一个区域，有一个角落是我特别喜欢的，我管它叫女性的角落。紫色的是一个蜡笔油画，是来自 Mimi Lauter， 然后旁边是中国艺术家柳溪的一个金色的雕塑，然后在旁边呢是 William Copley 纸上的作品，然后讲述的就是婚姻中的淘气。3件作品其实讲的都是女性的赋权。这个角落很有意思，它是完全围绕艺术品挑的新家具，找来了一个蝴蝶灯，这个是托比亚斯卡帕的作品，然后为了搭配这种东方感的灯呢，找来了一个这样的贵妃椅。我的书房就是没有那么的彩色，就 monochrome 的这种感觉，因为它的2个主要的作品呢都是黑白色系的，然后是来自2位亚洲背景的艺术家，一个是旅居德国的韩国艺术家叫 Hwang Suk Song， 另外的那个他是住在英国的印度裔的一个艺术家叫 Haminder Judge。最有趣的就是家具的搭配，那家具的搭配，这个书桌呢，就是我之前的饭桌，其实现在也是饭桌，是吗？是一个 Regency 风格的，然后上面的那个木头有一定的这种 flow 的纹路嘛，叫 mahogany 吧。然后我很喜欢的他们做的一个搭配，其实是那块地毯，因为它一看就很书法，不同的线条、不同的 flow 融合在一起，然后营造出了一种很zen的感觉。那卧室也是有一个策展的主题的，它就是突出女性和母性，特意的为了那2件作品把我的床头拿走了。这2件作品也是Miriam Can的作品，是在纸上的一个水彩的作品，然后旁边2个也是纸上的小作，是 Flora Yuknovich 的作品，然后她的绘画很有巴洛克风。在我卧室间的那个沙发是我自己做的，当时受到了很经典的一个 Art Deco 的 Banana沙发的启发，那种香蕉型的沙发，然后又有一点 India Mahadavi 他做的一个豌豆型的一个沙发的启发，所以我是把2者结合在了一起，然后边上装了这个流苏嘛。其实这个流苏是可以卸下来的，我没有缝上去。好多新的藏家在买作品的时候，他们会想说要买什么升值，其实最后买自己喜欢的是最重要的，因为你是要天天看着它。哇，真的太漂亮了，真的充满了老上海的味道。是的，是的。